这颗罗汉松的风干点有点高，把它劈高后中间夹了块石头，担心底端愈合后会产生膨大变形，缠上了布条，结果还是被它破反了。愈合后的皮从这里冒出来了。罗汉松生长快，3年左右，这块石头就被它紧紧地包住。5至7月份是罗汉松生长的旺盛期，在这个阶段它的愈合能力最强，比较适合整形修剪。想对罗汉松枝干进行拿弯处理的，在这个时候动手最好。这棵罗汉松做了几次拿弯，主副干已基本定型。对粗枝定型，至少要在枝条形成2级过渡之后再进行，别在枝条还细小的时候就动手盘扎，那样会影响它的增粗。即使成型，枝盘的表现效果也不一定会好。枝条的粗度及过渡条件都具备，盘扎定型后的枝盘才会有力度，看上去才会自然。把要定型的枝条藏好铝线，再做统一的调整，这样操作起来，在调整过程中才不会顾此失彼。把这些侧枝也藏成铝线。罗汉松盘扎定型容易产生线丝，一旦出现线丝，要及时的把铝线拆掉。没有达到定型要求，可以换个位置再进行盘扎，也可以进行吊拉定型。在对枝条定型调整的过程中，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出枝的方式和角度。枝条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都要依据树的造型形式进行。每一种出枝方式，按照成型的树势都有它的特定含义。像这个枝条，原本是朝后生长，把它调整为向前折返，一是弥补前端无枝的空间，二是对主干形成半折半路。枝干在缠络中才会增加空间的层次，同时也顺应了树势的要求。这个前端枝的角度稍微下跌，后端枝向上扬，前后出枝一整一让，也就使这棵罗汉松的造型产生动感。这个枝条设定为飘枝，飘枝在盆景的造型中出现最多。飘枝不仅仅是有洒脱飘逸之意，在树势形成中，飘枝具有生长强势的表现。飘枝的方向一般就是盆景造型针的方向。在自然状态下生长的树，飘枝的形成是受到外力的影响，比方说风，因此对飘枝的应用应符合这一自然规律，有增强树势动感的效果。在盆景造型中，飘枝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装饰，飘枝的应用不是什么树形都有，更不要在造型中形成前后的飘，时时飘起来了，盆景的整体造型却呆板了。把枝条基本调整好，再确定树顶。在树木盆景造型中，枝干调整与接顶，就像我们盖房子，把墙砌好，最后封顶，必须分先后。树木盆景接顶是盆景造型中取势造势的重点，因造型的形式不同而不同。像这棵罗汉松，为一主一副干的大树形，形成了一高一低2个顶。出枝上要层次分明，从下往上枝盘逐渐缩小，因此这个顶不能大，出枝要简洁。树的顶有生长优势，对顶部枝条要做简化，要经常进行修剪，保持这个顶的造型。这个枝条向后掉了，这个枝条就多余了。把树干露出来，按上下出枝大小剪短，从这里再培育侧枝，做成顶的造型。罗汉松萌发能力强，对出枝定型一次要修剪到位。像这种内侧枝，在造型中几乎没有作为，而且堵塞枝干的空间。罗汉松的枝叶过密，通风不好，容易诱发病虫害，像常见的白粉病、介壳虫，都是因为采光通风不好诱发的。这种遮挡主干的枝要适当剪短。对出枝修剪的技巧，简单的理解就是处理枝盘间大小与长短的关系，剪出出枝与主干的长度关系，剪除油爆皮疤半遮面的含蓄。像这个出枝太过突出，出枝向内回缩，使上下枝盘长短协调。
这个时候罗汉松愈合能力最强，接口修整后，到了秋季就基本可以愈合。对大树型的造型修剪调整，要将树干显露出来，尤其是像罗汉松这种不落叶的树种，显现它的骨架，才能突出高大挺秀的魅力。罗汉松完成基本定型，就要开始对它进行控芽。修剪之后要控制肥水，适当的增加它的光照时间，新长出来的枝叶就会变得短小。这款罗汉松暂时不做上盆，在这个时候也不适合上盆。等树势恢复后，还要对这个罗汉松拿完了疤痕做处理。对其他树种，尤其是松树，最好是停止放盆操作。气温逐渐升高，容易产生供氧失衡，会有失枝甚至整树枯萎的可能。在盆景的造型中，伤筋动骨的操作一定要符合树的生长规律，